今天呢是一个开箱的视频，但是很可惜它不是一个化妆品的开箱视频，因为最近如果说从中国寄到日本来，好像只有烟台这条线是可以寄化妆品的，就是空运。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好像停掉了。但是我刚得到消息，就是我刚发出来没多久，这条线好像就恢复了。所以可能如果可以的话，底下应该还会有一个关于化妆品的开箱。其实我是买了一个行李箱，因为日本的行李箱真的是非常的贵，而且好看的行李箱其实几乎都是中国制的，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日本的牌子。我喜欢这种像箱子型的这种设计，然后我就把别的要买的一些东西呢，全部装在这个行李箱里头，正好一起带过来。这个行李箱除了颜色是我喜欢的墨绿色之外呢，它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它这个滑轮上有一个这个扣，如果你把它往下扣住，两边的这个扣都有，把它这样扣住，它就你推它就不会动的，就是它可以固定住，这样非常方便在坐电车的时候。主要就是吃的东西和一些生活用品。其实本来我有买一些化妆品的，就是日本没有的牌子，但是出了一点状况，最近安检比较严，所以我就只寄了吃的东西跟一些生活用品、衣服什么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到底买了哪些东西。为了方便，其实我已经把它们就是都取出来了。先从零食这边来开始吧。好重！首先是这个来一份的这个山楂。这个山楂我非常喜欢买，就自从疫情开始到现在，基本上我每次寄零食都会寄这个东西，糖分很高啊，上面写的1222千焦，所以热量是很高的啊。不得不承认，中国的零食的热量要比日本零食的热量高非常的多，所以这个东西虽然非常的好吃，但是还是要谨慎。如果你喜欢吃酸酸甜甜的东西的话，这个很适合。这些都是山楂，就是会比较多。其实我买过2次，但是中途寄过1次，好像那次空运出了问题，所以退回去又寄过来。其实是4月份的时候的事吧，现在都8月了，所以说里面的分量会比较多，因为我也就一直扔在上海的那个仓库里，转运仓，然后再重新寄过来。然后下面这是一个海带，这应该是个赠品，因为我不吃海带。然后这也是上次买的，是来一份的这个雪花酥。这个东西其实是老早以前我在一个朋友家，就他刚从厦门旅游回来，然后买回来的一个东西，然后我就随口尝了一下，就惊为天人，觉得超级好吃。但实际上我从网上买回来的这个来一份的这个雪花酥，它就像廉价版的萨琪玛，不太好吃，比较腻，但也不至于难吃。我还买了另外一个牌子，然后那个牌子更难吃。这个应该也是4月份买的，就是没有寄过来的，然后这次跟那个这批的东西一起寄过来。然后我就不死心，我就在淘宝上找了一家这个牌子，长这个样子，就这么一小包要130块钱，还是蛮贵的，比这个来一份要贵多了。因为来一份买很多的话也就几十块钱。网上的评价就是说从跟厦门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正好拆开来尝一下是不是那么好吃，值不值这个价格。它有好多种啊，我买的是原味的，长这个样子。就觉得它里面的这个料非常非常的足，口感的话吃起来就至少它是贵的，但是你要说好吃的话，我觉得也还好。整个吃完之后觉得这个味道还可以，反正就是吃得出来它是贵的，但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吃。下次可能尝试一下别的味道吧，可能因为我不记得我当时在朋友家吃的那个到底是什么牌子了，所以当时也没想到要拍照。好，接下来继续看别的。我很喜欢买肉类的这种零食，因为日本的肉类的零食不太多，几乎都是甜的东西，吃多了容易腻。也是来一份的这个小香肠，就是这样的，应该你们都有吃过。这样的零食在日本不太多，虽然便利店跟那个超市里面也会有类似这样的肉类零食，但是味道不一样，就太健康还是什么？我觉得不健康的食物吃起来总是美味的，就偶尔用来调剂一下。哇，这也是这个山楂，这个山楂真的是建议你们买一次，因为这个山楂真的是好吃。我每次都会送很多给我朋友，因为它的这个热量真的是很高。
长这个样子。非常的甜，就酸甜酸甜，以甜为主，带一点酸味，就非常开胃，一吃就停不下来的那种。但是它的那个热量真的非常的高，我这次也会把它赶紧分了给我的几个朋友，不会自己一直放在家，不然就会被我一直吃。然后接下来好多都是我妈妈4月份寄给我的东西，也是因为那波空运被退运，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，反正但是他们安全的都回到了我的手上了。鸭舌头好大一包，都是一些杭州浙江的特产，杭州的熏鱼，这些都是在常温下可以保存的，不然我想我是吃不到它们了，就可能都会坏掉了，因为都是4月份寄的。糯米藕，其实我这次也有买那个糯米藕，是之前买的上海的牌子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上海一向寄食物还是非常快、非常安全的。物流小哥就跟我讲，他说现在上海比较严，其实上海寄到东京来真的是算快的，平时大概3-4天就能到。空运 EMS， 但是我这次寄了大概有7天，我还担心有这些肉类啊会被查，但是也没有被查，因为这个小哥他寄东西非常的细心，等会我会讲他细心在哪里，继续来介绍。还有这个叫花鸡，这些速食的东西就是很方便，今天不想做饭，杭州酱鸭。我发现整个江南地区就是从上海到江苏再到浙江，几乎吃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的。还有一包咸肉，我妈说这个咸肉应该是生的，这个也是真空包装的，它没有，就是袋子没有胀起来，那应该是好好的，没有坏掉。这些都是4月份寄的东西，所以现在过了4个月回到我的手上真的是不容易。我找的这家转运公司呢，它会把食品，就是肉类的，都用这种塑料袋，刚才都是被我拆掉了，它会用这种黑色塑料袋包起来。其实我觉得就是概率吧，如果海关真的想查你的话，你也逃不过，但是他们就还是挺贴心的。其实东京人跟上海人很像，这两个城市也很像，所以说上海寄过来的东西会比较快，他们会比较信任。但是上海这条线呢，是只能寄那些生活用品，然后吃的东西，像化妆品这些也是不能寄的。然后这是我买的那个猪肉脯，每次都会买猪肉脯，我就不用特别强调牌子，因为我觉得猪肉脯中国做的都还挺好吃的，就我都是随机买。然后这次又买到的就是，其实这个日本也有啊，就是火腿肠，一样也是用这个大的这个袋子装的，好重，买了好多包可以拿去送人。因为火腿肠在东京买的话还是蛮贵的，我这次买了2个，一个是我以前吃过的这个大块肉粒香肠，就是肉会比较多的。然后以前我记得双汇是有出什么金华火腿那一类的，就超好吃，但是好像我没有找到，可能已经停产了。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新的，这个叫什么鸡脆骨，含有5%鸡脆骨，脆骨多的这个香肠没有见过，感觉应该是会好吃的样子，所以买了这个，买了好多。都是那些吃了会发胖的碳水化合物，但是你在外面嘛，你就是会偶尔想吃这些东西。我说刚才那个火腿肠的那包东西怎么那么重呢？其实我不仅仅是火腿肠，我还买了别的香肠，真的是一个香肠狂人。我因为为了录这个视频，我没有打开，我都忘记我买了这些东西了。一个是那个广式腊肠，广式腊肠我有一次特别想吃，就到那个中国的物产超市，就东京这边的物产超市里去看，那个价格也是有惊到我，就真的不需要卖那么贵啊。就是超市里很奇怪，就是日本也有的东西啊，他们就卖的比日本便宜，日本没有的他们就卖的非常非常的贵，真的不值得。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用转运公司寄过来。一个是这种广式的香肠，然后我很想吃那种小时候的那种烤肠，但是又不是像现在那种全是淀粉类的那种，就有一点肉感的。然后这家我就是有问他，我说像这种是可以常温保存的吗？因为我防止再出现问题，到时候它要坏掉的嘛。所以说他说是可以常温保存的，我就买了像这样的一个包装，改天尝一下看味道好不好吃。吃的东西应该介绍完了，然后下面是一个防晒的伞啊，其实日本的防晒的伞很发达，从平价的 WPC 到那个商场里卖的几万日币，就是几千块钱人民币的那个防晒伞都有的。但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因为你知道伞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基本上就是中国制的。然后淘宝上有很多几十块钱的伞做的非常的好。夏天太晒了，我原来的这把就是
下雨天跟那个太阳大的时候都可以用的这个伞，它是一个男生的牌子，它其实已经有一点不太防晒了，可能因为我就是晴雨伞你用的比较多，它这个防晒力就会比较不行。然后我买的这个它也是晴雨伞，但是有强调就是偶尔你忘记带伞，下雨你可以用一下，但是平时的话还是拿它挡太阳。其实这把伞我已经买过一把了，就是你看这里有一个套子，是我之前买的，然后我去镰仓玩的时候就一直跟朋友讲话，就把它忘到电车上，等我想起来的时候都已经不记得它在哪儿丢的了，所以我就又重买了一把，也是这个银色的，但是它那个里头是绿色的，就是它这个内胆是绿色的，这也是一个男士的伞啊，但男女都可以用吧。然后蛮大的，这种银色的涂层就是用来防晒，真的是比较好。其实就是夏天暴晒出去真的是晒得很难受，很多男生是不愿意打伞的。不过其实我也有点不好意思打，但是我觉得算了，都戴口罩，谁认识谁呀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打起来，太晒了。买了2个丝绸的枕头套，就是应该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其实丝绸对头发对皮肤都会比较好。我虽然知道，但是也一直没有买。我也是买的墨绿色，我比较喜欢墨绿色、蓝色这些颜色。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枕套，因为可能年纪大了吧，就是脱发也会慢慢的产生，然后好像是说睡丝绸的对头发比较好嘛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丝绸的，国内买丝绸的这些会比较便宜，这个也就100多块钱一个。日本如果买丝绸的这些会很贵的，晚上我一会儿把它给换上。然后其实最近东京一直在下雨，今天也是一个阴天，所以我是拿到窗边来录，因为我实在不想把那个灯架起来。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，就是前段时间很热，据说下完这场雨之后还应该是会有秋老虎的，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。就是我的这个上面就是空调，然后我一般都坐在这儿录视频或者干嘛干嘛，然后空调其实就是对着我吹的，哪怕那个叶子朝上都觉得不舒服。可能日本的房子因为太小了，就是真的会让你觉得浑身不舒服。我是那种能不开空调不喜欢开的，但是太热真的是没有办法。然后我吹到我这个脖子就好难受，年纪大了颈椎不好，一天到晚坐着嘛。然后我就在淘宝上搜了一个这样的东西，它可以这样，就你又不用穿别的衣服嘛，因为热还是热，你还是穿 T 恤，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它可以遮挡。我买了2个，这是其中一个。但愿其实这几天是很凉的，就是因为天天下雨，但愿这个一下热起来还能用得了，不然总觉得因为物流的关系到最后就用不了。这也是另外一个牌子，这个好像好大呀，好大一个。这是一个什么风格的东西？哦，它这个比较大，它可以连到肩膀。哦，它是这样子的，这样。哦，这好像婴儿穿的东西。但是这个感觉能照顾得更好一点，是不是？比较冷的时候，看一下它是长这个样子，背后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品牌做的好中国呀，就是就它里头还有这个艾草的包，应该是可以放在这里面对肩好。因为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可能因为长时间看手机，长时间坐在那边，现在因为疫情嘛，因为东京还是蛮严重的，一天到晚又不出门，我就是能够坐在那边看那个 APP 上的东西就能看好久，所以颈椎真的没事就会犯病不舒服，所以还是需要保护一下的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其实只要我搜那个空调房护颈，然后就会出来好多，我随便找了2个牌子不认识。来说一下这个有故事的快递，这是一个那个野餐布。其实有一段时间吧，那个小红书上就特别流行就是野餐文化。其实中国是没有野餐这个文化的，但是也流行起来。东京嘛，因为那个日本人他就是有那个西方文化的交融，所以他们就会有野餐文化。但其实疫情也是不太适合现在出去，但这个是好早之前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他就是非常迷恋这种小红书的野餐文化，就很想去。然后当时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日本亚马逊上买，大概2000到3000日币，100-200块钱人民币，就这一个野餐的毯子，其实不值钱，因为淘宝上买就几十块钱嘛，很便宜的。然后我就在中国买了寄过来，这个快递呢也是4月份的时候买的，然后
折腾到现在我终于收到了，但其实我跟那位同学我们已经不玩了，因为他就是相处方式有点不愉快，就已经闹掰了。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到了我的手上，拿去送人吧，应该也用不了了，就目前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，不太适合出去野餐。的一个这个毯子，就是在日本的话买那些生活用品，因为外国嘛劳动力很贵，所以买生活用品都非常的贵。我会买一些毯子啊，或者是些垫子什么的。之前买过一个这个牌子，它是什么？它其实算是一个放在沙发上的，然后我现在坐的这个沙发上垫的这个毯子是长这个样子，它是一个美人鱼的，其实我觉得它很好看，但是因为我想象失误，就长这个样子的一个毯子。因为我想象失误它有一点小，就如果我把它放在我旁边这个沙发上的话，它有点大小嫌不够，我就有一点强迫症，然后我就想说要不我重买一个吧，因为这个也都好便宜的，淘宝上的不知名的牌子。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狗狗的，这个比那个要大2倍吧，长这个样子。好大的味道，因为寄过来又没有太阳，得有太阳的时候晒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在那个沙发上，就很 ins 风的一个毯子。日本人真的好迷恋这种所谓的 ins 风或者北欧风的东西，这是我从疫情后才崛起的。就是其实你住的地方租的房子也好，其实你也可以给它搞一些小玩意儿，让它有生活的气息吧。我一直的宗旨就是房子是租的，搬家又麻烦，日本搬家又贵，无论以前在北京也好也是一样的，就觉得好麻烦，就简单一点好。但是我真的看到以前好多邻居也好啊，室友也好，他们都会把房子搞得很温馨很漂亮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无可厚非了，毕竟你最少也是要住1年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说弄漂亮一点也是应该的。所以我就会现在买这些有的没的小东西，把它装修一下。这个锅巴也是我好喜欢的，就是偶尔会想吃这样的东西。然后这个锅巴是辣味的，我不是一个特别能吃辣的人，但是它的辣度是刚刚好，就是喜欢吃辣跟不太能吃辣的都会觉得这个味道很好，就是小时候味道的那个锅巴。买一个组合，它是4包这个样子，过瘾，因为也是热量很高的东西。这包应该是多少？也是2206千焦。我每次看到千焦我就头大，因为日本都是用卡路里，我会不知道怎么换算，但是我看这个几千我就觉得哇，应该是很高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它其实是装在这个 Pocket 上面的一个底座，就是本身 Pocket 上面也是有底座的，那个全能手柄 Pocket 的那个全能手柄，它这个下面是圆弧状的，也是能立起来，但是稍微有一些不稳。然后我就在网上买了那个，是一个 UP 主叫极地手记，他们家经常会卖一些比较实用的相机啊什么的电子产品的配件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东西，一个配件。它其实因为原来 Pocket 是黑色的嘛，然后今年出了一个白色的，我正好想买就买了这个白色的，就是有一个这个小底件，外拍的时候直接可以立在那边，就会比较方便。大疆的这些配件都非常的贵，但是网上的就是别的牌子做的配件呢就很便宜。大概就是这么多了。有一个漏网之鱼，就是这个很网红的 Patrick Ta 眉膏，就是虽然我之前是化妆师，但实际上我没有用过这样的东西。然后这几年都很流行野生眉嘛，刚收到打开的时候我还以为它是一个空的，因为我买的是这个透明的这一款。为什么没有买网红的那款呢？因为没有现货。然后我看那个博主讲，其实两个用起来是差不多的，反正我也不需要就是让眉毛再黑了。然后我的眉毛是完整的嘛，就是我还蛮想尝试一下，就是所谓的那种野生眉，哪天试一下，正好拍个视频。因为它是一个固体，可能那个物流小哥他没有注意这个东西，就按照道理这个也是不能从上海这条线寄过来的。好，以上就是这次全部的一个拆箱视频，感谢你的收看。